还有问题吗？有。哎，老师，为什么你不敢录音的时候骂别的老师？何必找那个麻烦呢？对我也没好处，对他也不见得会接受，是吧？那你怕什么？你怕他什么骂回去吗？不是啊，我怕麻烦呐、什么样的麻烦？因为我现在要什么？我现在要平静的生活啊，你说他会来你家？不是嘛？不管嘛，你或者说网络上面人家反对你啊，人家跟你吵啊，或者人家找过来质问你啊，或什么是吧？这些都不是我现在需要的。我现在如果是30-40岁，我大概会。哦，因为我还在发展中啊，那个时候有冲突嘛，现在不怕冲突啊，冲突才有名嘛。对啊，是吧？所以我现在我不要那样的生活啊。所以我的目的只是告诉你们怎么去分辨，我的目的不在批评他，我的目的是告诉你们怎么去分别。因为我的意思是，你没有去批评他，大家那么怕伤害彼此，也没有人知道他练的不对。知道的人也不会承认啊，知道的人也分不出来啊。因为我经历过太多这种，因为武术界里面很少有理性的讨论。理性是什么意思 ？reasonable。武术界里面几乎没有理性的讨论，讨论别人可以，相互有理性的讨论很难，很难。懂了。要晓得吗？练武的人，大部分练武的人，那个ego 都很强，那个自我，我一定是对的，我的师父一定是对的，我的师门一定是最好的。那欺负那种人才好玩啊！啊？欺负ego很强的人才好玩的。那何必呢？何必呢？何必是什么 ？Why should I do that？ 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也不要那个名啊，我不管好名坏名啊，我也不要那个东西啊，我脸书都没有用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也不要推广啦。有些人来找我去到他们协会或到哪教拳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老师你来，你多一点人认识你，你可以推广。”我干嘛推广啊？这些人我都教不了了，教不完了，我还要推广吗？我推广到100个人，100个人我能教吗？没有，我不是推广，但是我的意思是，假设我练拳，然后我觉得我练得不错，那我去教别人，那我自己认为我的那些动作都有什么单啊，都有什么力量都对啊，姿势都对，但是如果没有人说，你这个不对，你这个不对，我就也自己不晓得我练得不对，那这样我觉得他愿意晓得的话，比方讲，我今天教你们的这个东西，我教你们的这个东西，你有兴趣，有其他人有兴趣，你就看。你看了以后觉得说，我做的怎么只是前后啊？我做的怎么跑到膝盖了？力量跑到膝盖了？我做的怎么这个是上下的？我的手在做其他方向。他如果有体会到这个，他自己去找答案。或者他真的要学习，他来找我。听不懂？对，我现在就是说比较一般的状况，所以其实因为我自己认为，就是还是可以骂别人，没关系。但你说你30-40岁的不是对我有好处，或者对他有好处，或者对第三者有好处，当然。如果通通没有，对，不是为了吵架这种。对啊，如果通通没有呢，是不是？这样不懂？对啊，没有比对的嘛。那其他我讲什么？讲手掌的什么烫泥布啊，这个我可以讲。
因为我可以讲这种走法跟我们这个走法有什么差别，我可以讲，因为大家都在走圈嘛。因为这样也合理，因为刚刚提到是太极拳，它也是一样的套路吗？还是？对啊，杨氏是一样的啊，起码它的要领以杨氏来讲，要领是一样的嘛。对对，为什么说杨氏不要去发劲？因为它不是发劲的。杨氏本来就没有发劲啊，他讲的是长江大河嘛，连绵不绝嘛，一个劲的流畅的运作走向，他练的是这个东西嘛。要练发劲，你去练陈太极啊，这样不懂啊？晓得吗？所以我要讲是我可以比对的东西。我说你错，凭什么我说你错？我根据的是这个，这样不懂？那现在我也不讲了，因为讲那么多年，我已经讲很多年了。好，合理。是不是这样子？累了，不是累了，是不听的，就是不听嘛。就讲跟没有讲都。那我何必呢？我在家睡大觉，不是很好吗？没有，我是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就很爱面子，就怕骂弟子，然后怕说你是个笨蛋啊之类的。不是啦，不是台湾人，中国人怕冲突。哦，基本上中国儒家系统下面的，因为我没住过中国，因为不是儒家系统下面的中国人都怕冲突。因为我就是以前有一个例子，我朋友就是说，哦，你练八卦拳，他邀请我去什么别的课，然后我就看了一下，我就借给他，没兴趣，谢谢。哇，他后来创了一个很长篇文章，我伤害他的什么 feeling 啊什么。现在这种人很多啊。对啊，我说就哇塞，我只是。对啊。我也没有什么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不要讲了嘛，要讲啊，讲不完啊，我跟你讲，太多了。你到网络上看，那可以讲的太多了。我把每一个人拿下来讲一个，我可以讲10-20年啊。看不懂？太多了，太多了，你没办法，我们后面的生命要快快乐乐的过嘛。我就是刚好奇，因为老师就跟一般台湾人不一样，所以我以为你就不会怕造成一些纠纷或者冲突。也没有必要，是说没有必要，没必要。所以有一个前提就是说，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。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啊？以前在住那边，车子停在公开的下面，那有人停久了，认为这个位置是他的。当我们去停的时候，他就把你刮一下啊，或者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破坏你的车子嘛。啊，我太太说要不要去？我们晚上在那边盯，看是谁弄的，我去找他。我说不用，你可以这样做，可是这样做呢？把我们的生活打乱了，晓得吗？我要的不是那样的生活，我们就停到其他地方去。你就花你的精神在，你的精神花在那边。我的人生的道路本来是很平静的，我每天干什么，这样走嘛。可是因为这个，你要去找是谁弄的，要去跟他吵架，跟他什么，你的人生道路是不是偏到这边来了？偏到这边来了。后面会发生什么？你不知道啊。那这样就不会变太乱了吗？就是太不是，你要明确的知道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。所以你要保护住，你明确的知道你要过什么生活，你就要去保护住你的这个生活。你要保护住你的生活，你必定有所牺牲。你要去爬山，你就不能下海。这样不懂？是懂，但是你刚才讲这个有一点，我刚马上想到现在俄罗斯的状况。对啊，因为很多人他们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，对，他们就没有去抗议政府啊，因为他们就觉得啊，我现在说什么普京是不对啊，什么
那我就可能政府会造成我是一个问题啊，那就是这样，好几百万的人这样觉得，就是造成现在的状况。面对战争这种东西啊，对，个人一点屁用都没有，我们是不能决定的，因为战争的发生那个原因，那个真正的原因，超越我们的存在太多了。但老师会不会觉得他是从小端开始，不是会变成不是，你不要天真了。一个战争要花多少钱，要死多少人？很多。那个是经过什么？经过决算的，经过精算的。人是消耗品，对，资源是消耗品，对，经济这些都是消耗品。消耗品后面他要得到什么？他们在算的是这个东西。战争里面不会看到个人，这样不懂？对。所以不要想我们能够左右一个战争，或者你不可能的，你不可能，那个利益太大了。晓得吗？对。那不是我们能参与的 game。所以老师的意思是，我们要保护自己的生活。我们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做好选择，就是别人刮你的车子了，你要不要去跟他吵？要不要去找谁？要不要去跟他闹 ？Yes or no， 这是两条路。你选择 yes 是一个人生后面的人生的发展，你选择要去找他麻烦，后面出来的是另外一个人生道路。我们每一个瞬间在做抉择的时候，后面都是产生了不同的人生道路。对，所以我的人生道路如果很清楚了，我现在就是要一个平静的生活。人家只要不打乱我的平静生活，不主动打乱，我不会主动的去让我的这个道路变成另。那对你来说，他跟你的设置不是打乱你的平静生活吗？哎，我开到其他地方去就行了嘛。那我不知道下次他就是不是他的目的不是我嘛？他的目的不是弄我车子嘛？他目的是因为我占了他认为是他的车位嘛？对。所以你离开那个车位就行了啊。他这样会不会觉得那个人很好欺负啊？好，他又不知道我是谁。老学生都知道啊，我们教拳从中正纪念堂到跑来跑去，不是都是让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让，我们都是让啊。我在这个地方教拳了，人家来跑到旁边教了，或者很吵，人家来这边游戏，我们就让，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。我一路全都是让啊，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教拳嘛。你难道要花那个时间去跟这个小孩子，或者是那个跳这个练那个啦啦队的，练什么的？你要跟他们去杠吗？没有。但对我来说，以我的看法来讲，这个两个不太一样的事情。因为一个是我的车子被别人割到，另外是这个公园是大家的，所以其实我并不觉得这是我的公园，所以别人来我要跟他看。但是车子停在一个位置被。你碰到不讲道理的人，你碰到 Trump 这样的人，你怎么办？我觉得 Trump 很有道理。他对别人很没道理吗？他对他很有道理吗？我觉得他是假装没有道理，但其实他有道理。不是，他实际做出来的就是以他的力量去压人呢。对啊，他的道理就是全世界的道理啊，他不尊重国际的道理啊，他不尊重什么正义的道理啊，不尊重什么国际法，这些都不尊重。我说的就是道理，他是这样子嘛，这就是霸啊，这就是没有道理的狠人嘛。对付这种人，你要怎么办？就有法律啊。法律没用，他改法律，没有的法律他去定法律。如果 Trump 跟我的事，应该不会去找他麻烦。所以对付这种人，你要不是就是躲开，要不是就是什么
很多以前的做法就是你很霸道，嗯可是你有其他的利益在啊，嗯你有家人啊，嗯，对，你有家人啊，你有做其他的事情啊，你的霸道是背后有支撑呐、嗯我去掉你背后的支撑嘛，我不跟你杠啊，我去掉你背后的支撑。中国现在就是这样做啊，你说政府吗？美国对中国也是这样做。嗯你很强是不是？我去掉你的周边，你的支撑。中国对美国也是这样做，两个不正面抗，这样没懂？嗯啊，所以我是说，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影响到我们后面怎么过日子。嗯冲突也是一种过日子。你如果觉得我就喜欢冲突，我就在冲突里面成长，我在冲突里面得到我的利益。你有这个本事，你有这个兴趣，你可以去冲突。你不要冲突完了什么也没得到，你自己还受伤。确实。那这个你干嘛做？对，所以要看人，没有对跟错。是吧？所以都要想好，不是解决现在的，是现在以后。我这样做了以后，后面的发展是什么？我不要那个，我就不要这样做。听不懂？对，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要这个样子。其实我就早就懂了，老师说那个就现在的那个，不好意思，刚讲太远了。看只是好气而已。对啊，晓得吗？对。所以我现在不批评了，不批评。你要我批评你是不是？如果你要我批评你，先拿钱来。我因为钱而批评你嘛？对，这样是可以的啊。对。那接不接跟算命一样嘛？你拿钱来，我帮你算命。对。算命你接不接受，你信不信，那是你的事了，跟我没关系。同样的啊，你要我说你练得好，练得不好，或者怎么样有问题，可以先拿钱来，因为你又不是我的学生，又不是我的什么东西，我何必呢？可是你拿钱来，我起码对我有一点点利益嘛。但是我是问，以为老师有讲，但是就是不想录音。因为你们没问题啊。对。你们到外面去讲啊，何老师说什么，我说我有说吗？没有啊。我没说啊。把它剪掉。对啊，是吧？你说你的学生都说你有说，我说他们都听错了，那天的天上的时间不对，不录影下来，不录音我都可以否认。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事实上我刚才说的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说的是教你们怎么去评，它是一个例子，我教你们怎么去看言跟行的那个差异。讲的跟他实际做到的那个差异，它是一个很新鲜的例子，我是让你们去看学习。晓得吗？我的重点不在批评他，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太多了。现在知道了。听不懂？好，还有问题吗？没了哈。好，下礼拜见。好。